香港住宅全面撤辣后，很多人关心未来房价走势。上期视频提到，未来3到4年的潜在供应接近11万套，其中今年可供销售的一手房就有5万多套。我建议港漂和内地的朋友不要匆匆忙忙入市，多看看，慢慢选。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在留言区找到买房 tips。香港住宅和商业地产走势高度一致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商业地产在3年多前完全撤辣后的表现。香港住宅的辣招始于2010年11月，2年内卖出住宅要交额外印花税，但房价仍然不停上涨，政府进行了多次加辣，增设了各种新的印花税，非永久居民和公司要多交30%的税。于是很多人就转而去购买非住宅物业，比如车位、工厂大厦、商业大厦、商铺等等。政府在2016年堵住了这个漏洞，不符合条件的人和公司购买非住宅物业也要交15%的印花税。但是在经济上行和低息环境下，无论住宅还是非住宅都是继续涨。在疫情冲击下，香港政府在2020年11月就完全取消了针对非住宅物业的印花税，但撤辣基本上没有改变任何趋势。在经济下行和高息环境下，办公楼空置率不断上升。坏消息是，香港整体和中环办公楼最新空置率分别接近16%和12%。好消息是，比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低得多。2023年商业地产成交金额不及2017年一半和2012年的1/4，办公楼和商铺成交价格下降。中环甲级商业地产的租金已经跌去了1/3，投资商业地产的收益率也在低位徘徊。为什么尖沙咀的表现好于中环和金钟？除了商业购物上的位置优势外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尖沙咀聚集了香港各大保险公司的客服中心。2023年来自内地新客户的保费约为590亿港元，按年大升了27倍，主要是3年积压的需求释放。香港商业地产还面临一个坏消息，就是供应正在不断增加。美国商业地产也是坏消息不断，最近还拖垮了纽约社区银行。我之所以做视频，就是去年这个时候硅谷银行爆雷。下一期我来说说美国商业地产。最近全球股市继续高歌猛进，关心美国7巨头、欧洲11罗汉、日本7武士的朋友，欢迎收看我的直播。